希望吃侧牙炉车超大，吃两只啊。吃这条3斤多，快4斤，哎呦，好凶猛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硬邦邦的节目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搞到了一条颜值比较高的鱼类哦。哎呦，这玩意儿的名字，它的学名叫做侧牙鲈，它的尾巴是燕尾巴形状，所以叫燕心斑、燕尾斑、各种斑。那种石斑鱼呢，它长得非常像我们以前经常吃的那个清道夫啊，就是所谓的那个东星斑哦。所以有人拿它去冒充东星斑，但是这玩意儿其实身价会比东星斑便宜一点，特别是死掉的那种。有什么区别吗？跟东星斑？东星斑也都是红红的，对不对？带点点，是不是？那东星斑的点点是蓝色的，就像2种侧牙鲈，它的点点都是粉红色的，对带紫色，那点点完全是不一样。而且侧牙鲈的啾啾啊，拉丝很长，它的颜值讲实话会比东星斑好看一点点。怎么区分2种不一样的侧牙鲈哦？这叫普通侧牙鲈，你看胸鳍的黄色只有1小圈而已哦，只有这样的1小圈，其他还是红红的。背鳍上面的边缘哦，这边是黄色的，然后臀鳍这边是黄色，尾巴其实也是一圈黄色，但没掉。那如果是白边侧牙鲈，它的尾巴这边1圈是白色。这里的话，如果是白边侧牙鲈，整个都是黄的。石斑鱼类不会难吃的，特别是这条的侧牙鲈尺寸非常的大。1鱼2吃吧，给它做一个用台湾的做法，破布子蒸鱼。如果时间充裕的话，我们再做一道焗的石斑鱼豆拉焗，应该是很好吃，很霸气。翅膀侧面的你看到没有？这边呢，你看侧边有个很大颗的牙齿，是叫侧牙鲈，这里真的漂亮。如果能养得好的话，是真的好看。很简单嘛，鱼要开始处理的时候，一定要有一个步骤，所以遮蔽一下双毛，不能让它看到这一切，将它的眼闭了起来。对，说头这边摸下来凹凹的地方，这条盖对过来。凹凹的地方进去就 OK 了。哇，确实会。有没有过来？你看颜色在变哦，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深，印记。这边我们打开那个豁口，是不是？是清水的哦，证明水完了，干净，待会鱼都会很白皙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来给它打个鳞哦，是不是？正常我们这样打鳞，除了冲水，有人说很浪费水以外呢，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大袋子，不然鱼头又滑，而且绝大部分鱼的鱼头都有刺嘛，有没有？我就拿一个这个布给它垫住。一般我们在买这种高档的石斑鱼的时候，你给店家要这么1-2个防水袋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给你。如果你在海鲜批发市场买这种东西，他根本不会帮你杀，你回来弄得整个家里脏兮兮的。你看，哇，这多好用啊，有没有？所有的鳞片都在里面了。这个连接点你就给它撸开，这个连接点上面的塞盖也给它剪下来嘛。我们插进去的时候，不要这样子很深的下去哈。插进去的时候，尽量你看刀子往外上挑，有没有？这样你只会剪破肚皮，它的来中你不会给它剪破掉。好油热。舒服哦。做石斑鱼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哦，它这个腮盖里面都是刺，一定要注意。腮盖给它剪出来，心脏也给它剪出来。这鱼缸你看，石斑鱼缸不是很肥，就先不要了。如果那种很大只的石斑鱼就要。这2边连着菊花。它肚子里是不是有东西啊？它的水啊，在它肚子里面。它的鱼肚是连着的喉咙部分。之前上一集有人说我们处理鱼快进了一下，他们看不清楚，所以说我这次特地放慢了速度。不是把它的步骤给它做的全面一点。鱼腩在这种不要，鱼缸一太小了就不想吃了。鱼肠子鱼没什么油没有用，就留这个了。鱼肚大家都知道鱼肚好吃，破坏它没东西啦。然后但是野生鱼肚很脆很大个很厚，质感就跟猪肚一样。类似猪肚。所有的这种内脏都要给压个眼，拿个粗盐压它，拿个刀子划开它也可以。当然我们这种比较穷，没有刀子。划开的这一条是它的肾哦，它肾脏的部分呢，你就搞个牙刷啦，自己家里头过期都用牙刷也可以。反正你家人应该不会嫌弃你吃东西的。讲错话，扎到手。我们刷一刷，你看它的肾脏就很干净了，有没有？在这里就彻底的就清理干净完成，给它沥干一下，放旁边去。这就是我们刚刚处理完非常干净的侧牙鲈哦。那现在来1鱼2吃嘛，我们先把尾巴卸下来。我希望清蒸的部分呢是有头有尾哦，尾巴给它撸出来，找到一个骨缝哦，不要硬砍这骨头，因为越是大只的鱼哦，它的骨头很硬，你看骨头一节节之间都有白色的部分，有没有？都不用砍。鱼头它有对半分，这边来片个肉，手哦给它压住它，鱼就会立起来了哈。从这边先下刀，向前推，有没有？推完后你就已经裂开了嘛，再沿着这背脊骨拉，再拉哦，前面的再推，
一样哈，压住它，它就会暴露出它的弱点。哦，肥的，很少看过这种燕尾斑这么肥的。不好看的时候呢，当做没看到，有没有？翻过来，因为待会儿要做台式的清蒸，做个破布指针，我们给它竖的开这个刀，刀不够力。你看，这样子它肉不会容易散掉。是盘子小还是鱼太大？你猜嘛？这时候还插什么？插头。头有尾。分头行动开始了，中间有个缝。哇，不要这样子啊 ！OK 吗？很难破它。没关系，这砍下去又是一刀。又到了每天扛老黄的时候。老板好惨的。这就是一半，有没有？要拿来破布指针的。另外这一半是拿来焗的哦，带着骨头焗比较好吃。差不多。啊，我们现在砍完了我们的鱼段哈，找个不锈钢门给它倒进去，啊，腌制我们的鱼肉先。试试看，可以这样子有没有？哇，又在闪光哎。有没有？有。真漂亮。其实它会有这个颜色，都是因为油脂够丰富才会有这个颜色出来。宝贝啊，我们这边今天会来做焗的石斑鱼，我希望这道菜不要那么纯粹只是石斑鱼，所以就另外搞了一些鲍鱼。那当然，我们的鲍鱼希望是没有带壳才可以纯肉哦。生挖它的壳，就活活的挖它的话就很容易，背就会断掉。对，所以给它烫下去，煮10秒钟。10秒。好，拿起来。10了吗？真的确定10了吗？你再拖。有没有10秒？10了啦，真的10了。哎呦，每次跟你说10秒都不要。你这手抓下去就说是啥？你看这剪得多干净，是不是？那头嘴巴这边给它剪一下，牙齿拨出来，这个时候冲一冲，也没那么脏的啦，就 OK 了。清洗完我们的鲍鱼哦，很干净，翻过来这边，你不要先切横刀哦，先给它切个竖的，再切一刀哦，就4份啊，不要开太小，也不要开太深哦。这是这种时候日式厨刀就很好用，有没有？大概开的这样子，就 OK 了。我们现在准备来做我们的破布指针鱼啊，这个鱼呢需要事先给它烫过一下，尾巴给它烫一烫，开始收缩了。然后给它烫一烫，开始卷起来了。背背给它烫，不会，把它拿起来哈，变揪揪的，稍微冲一下，你看它这样子开竖了刀，它就不会散。啊，我这边这个是拿来焗烤的哈，所以焗烤之前要买味道，单控肯定是要的，9颗去腥，那柱侯酱要下去，其实就是豆酱类的啦，一点点的海鲜酱，海鲜蛋可加可不加，一丢丢，不用太多，那加点鲜味，蚝油，够点也可以，加淡薄盐咯，蚝油，蛮淡薄。那爱深色的话，你就可以再加点老抽，剩下的话就是该打了。跟了。一定要戴手套，不然很容易割伤自己。一定要给它抹到位，插住。为什么这个鲍鱼这时候要开花刀？就是为了它隔更多的这种酱。要起码得腌个10分钟、半个小时，这样不会入味。拉，这个球球那到底是球球还是拉拉？球，拉拉哦，拉拉是是搅拌。球拉拉对。然后再溜溜球球溜溜泥泥爹爹，拉你还要打拉？五个技法啊，这个叫拉溜溜，还有个琪琪。最后一个就是这样。哎呀，没有这样，要这样跟颠锅一样，要这样，这样啊！我把这个球给了哦，准备把这个石斑鱼来试试的哦。40公斤。
10分钟，然后由咱的拉，拉拉哎，咱拉来搞切菜。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做字幕的人的感受？我们完全没有在乎，重要。后置相关的团队很多。我们今天错误示范，先对半切，你这样切到手。不是啊，这个东西要先拿下来。没有，那先对半切再拿那个。看得很脏啊。啊，不会脏啊。不会，我会啊。不会的。你再教我做事。好啦，你给我切细一点啦。哎，不是要粗。把心挖出来，直接拿去焗回刀。啊，我们把鱼请出来哈。这里为什么要用两种？把垫高啊。垫高。它的肉就不会贴在盘子上。嗯。那应该放姜吗？姜在上面。可惜哦，好嘞。包餐就完成了他的使命。啊，正常的那个焗哦，你看，用块块。为什么要用快啊？因为它不会溶蛋啊。里面有一根真的是会辣的。反正你不能吃，我们吃就好了，不重要。谁跟你讲我不能吃啊？然后它腌那个鱼哦，泡味，焦焦的，米酒一点点，蓝的，然后再加葱油油。没有，他现在这道菜就是提前加，然后再加蚝油，不要太多哈。花苞鸡，再压一下，柱子压下会出味道。好 ，OK， 酒气的汁给它淋点下去。来，还有调息啊，这样豆豉才能释放它的香味。然后再辣椒，就这样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这鱼基本上就腌好了哈。啊，因为这条鱼比较大只啊，哪怕切了半只，它也有起码有1斤多重。蒸个8分钟。现在有请我们8星米其林的传人。又是我。200，不是200，不叫200，赶快倒浆，不要再下油，不要再下油。这哪里够啊？很牛。啊，下锅之后，拉，摇一摇。啊，下洋葱了。好，而且3秒。这个看心算比较多。最后蒜都会焦掉。对啊。通常情况下，饭店的话，它会另外再加炸过的蒜，另外给你放。那锅酱我们能够焗到的。可以加鱼啊，以后嘛。很香哦，超香啊！鱼肚哦，灵魂。剪刀鱼啊，对，一定要在上面花刀朝上，才可以让那个汁啊顺着纹路流下去。而且这次还有水在里面。让它吃完香滚一下。啊，不要去搅它哦，这个不能搅哦，前面一定要大火焗它哦。开起来，开始。开起来了，要学。8分钟后见。OK，拜拜。当。谢谢哦。看起来，香。好，我们加点黑胡椒。好，看它焖一下。5分钟。好，现在1分钟到了，开起来。这个大火加入很多人不喜欢的东西，我喜欢。小心哦，OK 了。烧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加入葱丝、葱花儿。然后来倒油。OK。好。上菜喽！第2道菜上菜喽！起来喽！哦，舒服。我们先给观众分一个观众份额。哦。来，我看到鱼片 Q 了一下，汁儿给他们淋上，生活点带点热，泡泡剂，这是破布子蒸鱼哈，另外的这小鲍鱼焖石斑，红焖鲍鱼，头给它吃吧，我觉得头很好料，观众份额这是很诚意，其实这种大型的鱼头都超级棒，鱼肉再给他们一块，豪气冲天的，我知道你们不爱这个，还是给你来一点，毕竟要绿 ，OK。今天的观众份额很丰盛哦，来呀 ！OK， 哇，我醒来气块买就背肉哦 ，Q 哦。是啊，我看这个鱼片 Q。本来以为蔡阿茹的肉是软软的，这感觉有点 Q。这个味道先让我们高老师来处理一下。再蘸点汤汤给我们的高老师，这个给高老师先尝第一口，破布子蒸鱼，带着鱼皮试看看。那我要分开吃。好，哎呦，有点像扇贝肉的味道。扇贝肉吗？好还不好？很嫩，很好吃哎。要不汤要不要淋一点？
不要。对啊，那你试看皮鱼皮呢？鱼皮好好吃哦。鱼皮超好吃吗？来啊来啊，让大总吃一下看，不要把破布子外面很咸呢。试一下，我先试一下破布子。懒人呢，很特别。哦，有酸酸的、甜甜的。来试一下鱼肉。来白酱会比东星的嫩很多。嫩吗？那我必须得带了鱼皮，有汉堡皮有脸，哇，是吧？这个味道跟粤式的蒸鱼完全不一样。甜，这个破布子是真好吃。破布子很强哎，这等坨可以刚好吃。哦，那个辣小米辣会辣哦。这个你不能吃。跟吃梅子一样。哇，这真的好吃哎！哦，刚好是这条。所以你看大条的鱼肉哦，你这样竖刀它很爽，有没有？鱼肉它不会散开，不要太大力了，不然咬到破布子就会吃。有没有？真的好吃这个做法。好好吃哦。喂，你带我来吃看看这一碗啊，因为放了有点久，有没有？也搭没关系哈。我们来找一下下面有没有汤汁哈，啊，这有汤汁哎。哦，哎，这个一定香了。好吃点哦，我们两个人都走不了路了。太香了！我要吃一块橘的。哦，不对，我不配。多爱来，多爱先来。今天是配的。香。太好吃了，肉太甜了。很鲜甜，但是相比之下，我觉得清蒸更好吃。今天的破布子更鲜嘛？我看过就跟鳕鱼肉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鱼肉它不会像那种龙胆那种那么紧，很爽啊！看起来上班肉，但是它吃起来没那么紧。鱼有够大，3斤多的鱼皮，超足的。只是下面的酱是会咸，然后所以我们用了很多香料，我们蒜头啊，那个洋葱啊，把它架高了。鱼肉其实跟没有直接接触到。对，然后这个菜因为我们拍摄很久，所以外面看起来干干的，其实这一打开哦，筷子就要下去开始抢。平时吃小条的不是很好吃的。难得遇到那种3斤多的大个体，直接颠覆掉我的印象。因为我以前在国外经常吃那种小条的脆海鲈，它的肉真的很松散很烂，小条的鱼皮又没这么厚，实在不好吃。当然鱼到大以后跟波龙一样，到大以后好吃。如果小伙伴在市场上遇到那种大型的侧牙鲈的时候，记得它的侧牙鲈燕尾斑不要被小商贩们蒙蔽了你的双眼，它一般会比东星斑、野生东星斑要便宜一点点，大概便宜1/3的价格如果遇到大个体，一定不要放过它啦，它不贵啦，可以尝试看，值得尝试一看看。一鱼可以多吃，这个节目大概就是这样子，枯燥无味，枯燥无味啊。所以感谢大家又看起枯燥无味的生活，敷衍的是，永远都是2个人，两样。